这里是 North Glenmore Park， 今天阳光普照。夏天到了，加拿大亚伯达省正式进入解除社交命令的2个阶段。亚省政府在5月底宣布，超过50%的12岁或以上省民已经接种了第1剂新冠疫苗，并且全省的新冠病人住院人数已经低于800人。因此，从6月1号开始，亚省就进入了解除社交封锁的第1阶段。同时，如果超过60%的12岁或以上省民接种了第1剂新冠疫苗，而且全省医院的新冠病人人数在低于500人以下的话，亚省就可以在6月10号进入重新开放社交活动的第2阶段。再来，还有一个好消息，卡城政府也宣布了，为了一直犹豫是不是要接种疫苗的市民，将在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也就是6月5号和6月6号，在卡城东北区的村广场休闲中心 Village Square Leisure Center 那里的诊所会提供没有预约的5000个人可以来接种第1剂的辉瑞疫苗。至于有关之前提到的第1和第2阶段解除社交命令，主要宽松户外活动以及室外用餐的人数限制。比方说，户外社交聚会的人数允许最多10个人，但是仍然不允许任何的室内社交聚会。此外，在餐厅的室外用餐区最多允许4个同住的家人或室友同桌吃饭。如果是单身独居的人，允许和2个亲密朋友同桌吃饭。如果想更进一步了解解除封锁内容的观众朋友，可以到这个视频的下方连接到亚省政府的官方网站进一步查询。而第3阶段的目标就是，如果超过了70%的12岁或以上省民接种了第1剂新冠疫苗，亚省政府计划在6月底或7月初解除所有的室内外社交限制，只保留对新冠确诊病例或者治疗中病人的隔离措施。换句话说，省民就可以在难得的夏天里再和亲戚朋友们聚会。当然，也有专家担心解封之后是否会引发第3次疫情爆发，因此亚省政府特别在6月1号公布省民接种第2剂疫苗的时间表。第1阶段在3月份接种第1剂疫苗的人，可以在6月1号下午开始预约第2剂疫苗。第2阶段在4月份接种第1剂疫苗的人，可以从6月14号开始预约第2剂疫苗。第3阶段在5月份接种第1剂疫苗的人，则可以从6月28号开始预定第2剂疫苗。不过第2剂的预定时间将按照第1剂的接种顺序来排列，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在最长16个礼拜的间隔时间内接种到第2剂疫苗。亚省卫生部就说了，在今年3月份或是更早时候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省民，可以从6月1号开始预约第2剂，而在4月份或是5月份接种疫苗的人，应该等到接种疫苗的8个礼拜以后再预约第2剂的疫苗接种。省政府将提供省民相同的阿斯利康疫苗或者 mRNA 疫苗，也就是 Messenger RNA， 中文的名称是信使核糖核酸，它是由遗传的 DNA 转化而来，带有新冠病毒相应的遗传讯息。辉瑞和莫德纳这2种疫苗就是 mRNA 疫苗。亚省政府希望在今年的夏天结束，大概是8月底以前，全省的省民都可以完成2剂的新冠疫苗接种。在加拿大，民众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免费的，不管联邦政府或各省的政府都强力督促全民赶快去打疫苗。亚省政府也出新招，就是在未来的几个礼拜内将提供60所家庭医生诊所进行第1剂的疫苗接种服务。因为在目前仍然有些省民害怕打针后的副作用，如果民众可以到他们信任的家庭医生那儿接种疫苗的话，有助于尽快达成全民免疫的目标。除此之外，加拿大国家免疫咨询委员会 NACI 建议加拿大人可以混合接种阿斯利康、辉瑞
或者是莫德纳疫苗。对于第一剂接种莫德纳或者是辉瑞疫苗的民众，如果无法获得和第一剂相同的疫苗，则可以选择另外一种疫苗作为第二剂的接种，因为这两种疫苗都是使用类似 mRNA 技术。如果有兴趣进一步了解这种疫苗的朋友，可以观看我另外制作的我接种了新冠疫苗第一剂，我会把相关的链接放在这支视频的下方，提供大家参考。而对于第一剂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人，也可以在第二剂接种的时候选择莫德纳或者辉瑞疫苗，因为新冠疫苗的防疫效果超出政府的预期。亚省的幼稚园到12年级的学生已经在6月1号回到学校上课了，而卡加利大学也宣布了，将从今年的夏天陆续开放大学生回到学校上课。虽然疫苗接种的成效鼓舞了1年多来消沉的民心，但是加拿大政府还是提醒大家，在接触人群的时候还是要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因为人们在接种疫苗的2个礼拜之后才会产生抗体。同时，疫苗的防疫效果并不是100%的，大家还是要小心为上。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首席卫生官谭咏诗医生在6月1号也宣布了，联邦政府将启动全国的新冠疫苗伤害赔偿计划，也就是针对那些在加拿大接种经过卫生部批准的新冠疫苗而产生了严重不良反应的人，都可以申请并获得相应的赔偿。这项新冠疫苗伤害赔偿计划主要是针对2020年12月8号当天或者是以后曾经在加拿大接种经过卫生部批准的新冠疫苗而造成严重和永久伤害的居民。符合条件要求的人可以提交一份索赔申请表来获得国家赔偿。提出申请赔偿的人必须回答以下的问题：第一，你在加拿大接种新冠疫苗吗？第二，在哪个省或地区接种的新冠疫苗呢？第三，接种日期是在2020年12月8号或者是以后吗？第四，造成的伤害是严重的、永久的，还是导致死亡的？加拿大公共卫生署 PHAC 说，并不是所有接种疫苗后出现不良反应的人都能申请赔偿，而是那些经历威胁生命或改变身体的损伤，可能需要亲自住院治疗，或者延长现有住院的时间，并且导致持续或严重残疾以及丧失工作能力，甚至造成了残疾或者死亡的人们才有资格申请。而对于接受疫苗接种后死亡的人，他们的家属也将获得赔偿金，其中包括了收入补偿、受伤赔偿以及丧葬费用在内的补助金，还有其他符合条件的费用，例如还没有被保险覆盖的医疗费用等等。不过，加拿大政府的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接种过新冠疫苗的加拿大人中，只有不到1%的人发生严重不良反应。除此之外，对于美加边境的开放问题，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就建议了，美加边境仍然不必急着开放，政府希望在放宽美国旅行限制以前，至少有75%的加拿大人接种了疫苗，并且加拿大全国的每日确诊病例数字也必须继续下降才行。因为美加两国的政府自从去年的3月份开始，已经限制了陆上的边境，禁止非必要的旅行，而这项关闭美加边境的政策已经延长到今年的6月21号。在视频的最后，我想说的是，对于最近台湾的新冠疫情升温现象，民众的恐慌心理，个人真的是感同身受。因为在加拿大生活的我，已经经历相同的处境超过450个日子。希望台湾政府赶快购买足够的疫苗，提供全民免费接种。天佑台湾的家人、朋友和所有的同胞们都能健康地度过这次的大灾难。谢谢您的收看，我是粉红天平，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帮我按个赞吧。
祝您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